美国特使科维特夫与普京会晤，乌俄战争无法短期内结束。战场方向，苏梅将成为乌俄战争转折点。乌军测试使用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代替 GPS 向俄军发射 GMLRS 导弹。美国志愿军前往乌克兰与俄军作战。乌军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炼油厂，俄 S-300、S-400 防空导弹储存设施被炸。俄罗斯对非洲的柴油出口暴跌，乌拉尔原油的价格跌至临界点。欧盟设立最高400亿欧元军事基金，以避免匈牙利的否决。精彩资讯马上开始。3月14日，基辅独立报报道，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与普京会晤，对停火谈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按照维特科夫的说法，普京拒绝美乌停火协议，并不愿进行真诚的谈判以结束乌俄战争。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关系较好的智库也泄露了一些内幕。克里姆林宫不愿意接受在2026年之前停火，当然，这也可能是俄罗斯推动谈判的一部分，以不想结束战争的姿态，争取更多的谈判主动权。不过，华盛顿邮报、欧洲真理报以及美国情报部门都认为，普京并没有放弃控制乌克兰的想法。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及其国家也宣布，如果俄罗斯拒绝停火协议，他们准备对其实施进一步制裁，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战场方向，苏梅将成为乌俄战争的另一个转折点。库尔斯克方向，普京声称俄军已经在前线包围大量乌军，并在接下来几天内进行物理封锁，但没有任何地理定位证据可以证明俄军做到了这一点。乌克兰总参谋部3月14日称，俄罗斯当局正在捏造乌军被包围的谣言。目前，乌军已经撤退到库尔斯克更有利的防御阵地，并没有受到包围的威胁。就实际情况来看，俄军根本无法在乌克兰后方地区进行快速机械化突破。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第6游骑兵团还在库尔斯克成功消灭数十名俄罗斯士兵，并缴获了武器和特殊设备。这点在战果上也能看出来。根据乌军的战报，在库尔斯克作战期间，俄军阵亡约 2.2 万人，受伤约 3.1 万人。而根据俄罗斯的战报，乌克兰伤亡大约 6.6 万人。火力军只能说双方都在战绩里灌水了，但俄罗斯灌的水太多了。虽然乌军没有具体透露在库尔斯克的人数，但根据各大媒体智库的推测来看，这个数字不会超过3万人。结果在俄军的战报里，歼敌率达到了 200%， 可见俄罗斯官方的可信度。这次被包围的信息也是如此。战线方面，俄军的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乌军在库尔斯克的阵地有所减少。目前乌俄在扎奥列申卡爆发激战。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俄军已经占领了该地区，也有消息称俄军已经占据贡察洛夫卡。乌军当前的阵地主要集中在奥列什尼亚与古耶沃一带。俄军目前正在库尔斯克集结部队，以便获得进一步的突破。不过乌军的兵力相当密集，俄军想要取得进一步突破很难。相对应的，随着俄军调兵进入库尔斯克，乌军也很难在库尔斯克进行突破，除非乌军继续增兵，但这样做就有些得不偿失了。乌军进攻库尔斯克的目的就是吸引俄军在哈尔科夫、红军村以及顿涅茨克的兵力，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泽连斯基在3月14日表示，库尔斯克的士兵已经完成了使命，目前红军村的局势已经稳定，俄军很难再次找到机会占领红军村。从这方面来看，乌军不会继续向库尔斯克增兵，如此一来，苏梅将成为新的乌俄战争转折点。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安德列德姆琴科表示，俄军突击队正在继续进攻苏梅北部，并试图向诺文克与茹拉夫卡推进。俄军进攻苏梅可以吸引乌军其他战线的兵力。在库尔斯克，乌军可以选择撤退至有利地带，但苏梅不行。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俄军想在苏梅建立一个缓冲区，乌军不会允许。如果俄军成功在苏梅有所突破，可以顺势包围在库尔斯克的乌军，并在谈判时获取更大的主动权。如果乌军成功防守俄军的攻势，并对其造成重大打击，无论是红军村、顿涅茨克还是其他战线，乌军的压力都会削减很多，甚至还能继续进攻库尔斯克，占领苏贾。很明显，乌俄双方都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可以预见的是，双方会在苏梅进行一场大规模作战。切尔尼戈夫州方向，乌克兰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瓦迪米姆斯尼克上校称，俄罗斯的破坏和侦察小组已经在该地区活动了很长时间。不过，乌军已经控制了切尔尼戈夫州边境的局势。在苏梅、库尔斯克激战的当下，俄军没有多余的精力进攻切尔尼戈夫州。乌克兰战场方向，乌军开始使用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在德沃里奇纳与库皮扬斯克之间的 P79 公路附近进行反击，俄军则是试图在奥斯基尔河西岸转移更多的部队和武器，战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莱曼方向，过去一段时间，俄军在新留比夫卡有所进展，并推进到定居点的中心。不过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在乌军的攻势下，俄军最终没能站稳脚跟，撤退到以前的阵地。
目前，俄罗斯第144摩步师的部队正在扬波利夫卡活动，第73炮兵旅则在托尔斯克附近。在此之前，该地区从未有俄军第73炮兵旅的士兵，估计俄罗斯军事司令部对其重组。火力军之前提到了俄军有经验的士兵严重不足，这批经过重组的部队恐怕大多是动员兵，加上俄军当前的新装备优先供给库尔斯克，第73炮兵旅没有太多的战地。托列茨克方向在重新部署士兵后，俄军增加了对该地区的攻击。不过，俄军大多是身体状况不佳的残疾士兵以及摩托车进行攻击，效果并不大。乌军已经进入托列茨克市中心，俄军对托列茨克的进攻主要围绕在谢尔比尼夫卡、克里姆斯克、德鲁日巴附近，目的大概是吸引乌军在托列茨克城内的士兵。红军村方向，俄军正在争夺舍甫琴科，但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该地区的局势已经平稳，俄军很难找到进攻机会。乌军第68猎人旅使用无人机首次摧毁俄军最新的 TOS-2 温压火箭发射器。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第93独立机械化旅的士兵还使用无人机部署伊勾扎铁丝网，以增强战场防御。该地区的俄军经常发起步兵攻击，安装障碍物之后，俄军士兵很难穿过田野。赫尔松方向，乌军使用伽利略导航系统代替 GPS， 向俄军集结点发射 GMLRS 火箭弹，并成功击中目标。这也就意味着乌军已经降低对美国卫星制导的依赖，并实现欧洲系统与美制武器之间的互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伽利略系统的技术与 GPS 不同，俄罗斯的干扰系统也需要改进。除此之外，欧洲还有星链替代版。在美国切断情报共享之后，乌克兰正积极向欧洲靠拢。即使之后美国中断情报共享，类似这次库尔斯克的事件也不会重演。战场之外，乌军第3突击旅正式改组为陆军第3军，一个军下辖2至5个旅，人数在1万至5万人。改组之后，第3军可以协调各旅在特定区域的行动，并确保部队拥有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源。可惜的是，目前乌克兰并没有公布第3军的下辖单位以及负责的区域。3月14日，基辅独立报报道，特朗普政策急剧转向后，美国志愿者加入乌克兰军队。在拜登期间，美国一直无条件对乌克兰提供援助，以应对俄罗斯的侵略。但特朗普上台后，一切都变了。在美国暂停军事援助与情报共享后，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就联系了乌克兰军方，准备与俄罗斯作战。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白宫争吵事件之后，志愿者的数量大幅增加。根据一名参与招募的攻击军人称，接受外国志愿者的乌克兰部队之一收到了数千份申请，其中大多数的志愿者都是美军退伍士兵。这些志愿者几乎不需要接受任何训练，就可以成为乌军的战地，并且可以为乌克兰部队带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特别是在炮兵、情报与特战领域。就实际作战来看，这些志愿者也能参与指挥乌军信息化系统、防空导弹和战术导弹单位。虽然美国在援助武器时也会训练操作该武器的士兵，但由于时间问题，这些士兵只能说可以操作这些武器，算不上精通。而美国志愿者就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了。在这些志愿者中，甚至有在美国陆军服役7年的退伍士兵，可以更熟练地操作美制武器，也更熟悉信息化作战系统。即使双方在前线激战，也没有停止对敌方本土的袭击。3月14日，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报告称，击落了16架见证者和诱饵无人机，9架诱饵无人机被电子战干扰。乌军则是对莫斯科与俄本土油库发起袭击。3月14日夜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发动袭击，大约发生了7次爆炸，并导致其中一个油库起火，燃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根据乌克兰打击虚假信息中心的说法，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每年可以加工1200万吨石油，以支持俄罗斯南部和黑海的军事需求。这已经不是该炼油厂第一次遇袭。2024年1月，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其关闭3个月。5月份刚恢复，又被乌军袭击，只能说图阿普谢炼油厂已经登上乌军的必炸名单。同一天，乌军无人机摧毁了莫斯科州的多个设施，但具体损失未知。夏诺夫哥罗德州穆蒂诺第333战斗训练中心附近也遭遇乌军袭击。不过最具分量的还是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萨拉托夫州和坦波夫州的天然气压缩基站，以及位于别尔哥罗德州拉德科夫卡的 S300、S400 防空导弹储存设施。早些时候，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卡加卢州的一个伪装无人机生产设施，削弱俄军的远程打击能力。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将防空系统重点部署至莫斯科附近，但相对的，俄罗斯其他地区不可避免成为牺牲品。就结果而言，乌军对俄罗斯军事设施的袭击可以打击其战争潜力，对俄本土炼油厂的袭击则是破坏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期间，俄罗斯对非洲的柴油出口暴跌。
基辅独立报报道，在乌军无人机多次袭击俄本土炼油厂后，俄罗斯对非洲的柴油出口从1月份的127万吨下降到2月份的68.4万吨，几乎减少了一半。对巴西的出口则下降了41%，与土耳其的交付量也下降了12%。交易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无人机的袭击以及美国的制裁。此外，由于欧洲的制裁，俄罗斯的油价持续下跌，已经接近预算临界点。其主要出口产品乌拉尔原油在过去14个月内跌至每桶54美元，其临界点为50美元。不过，这不代表俄罗斯不亏。根据预算规则，如果油价低于60美元，俄罗斯就需要动用国家福利基金来弥补赤字。目前基金里只剩下375亿美元，如果油价跌至每桶50美元，国际福利基金只能维持1年。之后，俄罗斯就需要削减开支，填补油价赤字。在天然气方面，俄罗斯同样销量大减。在乌军袭击俄炼油厂、出口量不断降低，以及天然气也遭遇困境的情况下，战争持续的越久，俄罗斯的经济损失也就越大。最终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为避免匈牙利否决，欧洲提议为乌克兰设立最高400亿欧元的军事基金。3月14日，欧盟提议设立一支基金，自愿向乌克兰提供200亿欧元至400亿欧元的援助，以避免匈牙利可能采取的否决措施。作为第一步，提案建议与会国领导人同意拨款50亿欧元，在2025年采购200万枚大口径炮弹。当然，具体如何实施，则根据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这项提议就相当于在欧盟内部设立一个小欧盟，从而避开匈牙利单独操作对乌援助。在对俄制裁上，欧盟通过议会将制裁延长6个月。不过，因为匈牙利的否决威胁，对俄制裁名单缩减了3个人，因此很多欧盟官员再次公开讨论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如果在7月份的时候，匈牙利再次选择威胁欧盟，欧盟国家对匈牙利的忍耐度就会达到极限。据福布斯报道，乌克兰分析机构前线情报洞察在对俄军外泄的内部文件分析后，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乌俄战场中，如果算上阵亡、重伤士兵以及逃兵，俄军已经永久性损失了56万名兵力。其中，在逃兵方面，乌俄战争初期，俄军以为稳操胜券，几乎没有逃兵。但随着战事延长，尤其是在乌军成功反攻后，俄军士兵似乎意识到自己只是炮灰，导致其逃兵率开始直线上升。而且，随着俄军近期再次推进，不仅进展缓慢，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进一步导致逃兵问题加剧。目前，俄军逃兵数量已占总损失兵力的5%。另外，这份报告还进一步分析了俄乌人口动态对战争走向的影响。例如，俄罗斯拥有1.44亿人口，乌克兰仅有3800万，这使得俄军可动员的兵力要比乌军更有优势。因此，如果乌克兰要想打赢这场战争，至少要达到1:3的战损比，才能有效削弱俄军兵力。但这光依靠乌克兰可不行，仍需其盟友的支持。而在美国切断援乌资源后，欧洲各国已经扛起了援乌大旗。如果未来的部署行动足够迅速且有力，仍有可能帮助乌克兰扭转战局。援引防务博客报道，根据和平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乌克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其进口量较前一个5年期激增近100倍，占全球武器进口量的8.8%。至少35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其中美国位居首位，贡献了乌克兰进口武器的45%，德国12%和波兰11%紧随其后。此外，报告还分析了美国、欧洲各国以及俄罗斯的武器进出口情况。其中，美国方面在2020到2024年间，美国武器出口量较前5年增长20%，占全球总额43%，远超过去20年平均35%的水平，在全球军火贸易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市场份额要比第2大出口国法国高出4倍以上。美国的主要武器贸易对象主要有2大地区，分别为欧洲地区和中东地区，其中欧洲地区又以乌克兰为最。正如上述所说，受乌俄战争影响，美国是军援乌克兰最多的国家。这些军援主要通过总统授权，然后从库存调拨武器，或以专款向军工企业采购，总价值约1740亿美元。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反驳称，美国的这些军援实际上大多数都流入了美国国防企业，而非直接惠及乌克兰。中东地区的销售对象则是沙特和以色列为主，其中以色列此前开辟7条战线，需要消耗大量军备，而美国武器正好可以填补空缺。除去有战事发生的乌克兰与以色列外，美国仍占全球军售份额的37%，依然稳居首位。而欧洲各国则为补充援乌后的武器空缺，进一步推动了对美国军备的采购需求，包括以 F-35战机为首的战机。
各式导弹以及主力战车等装备，成为美国最热销的军售装备，致使在2020年至2024年间，欧洲整体武器进口量增长了155%，其中欧洲北约成员国的进口量更是翻倍，64%的武器都来自于美国，致使欧洲直接取代中东，成为了美国武器最大的出口市场。然而，在美国切断原物资源后，欧洲国家开始转变政策，将致力于推动国防自主化。不过，据和平研究所研究员韦泽曼表示，在短时间内，欧洲国家仍难以摆脱对美国武器的依赖。以战斗机为例，欧洲北约国家目前仍有近500架战斗机尚待美国交付。至于其他武器订单可能会更多。至于俄罗斯，其武器出口量大幅下滑，同期下降了64%，已从全球第2大出口国跌至第3，落后于法国。就连其传统客户印度都开始转向欧美供应商，或是扩大自产武器规模。据韩联社3月10日报道，韩美两国于当天正式启动了代号为“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演习时长共计11天。演习内容包括采用电脑模拟方式进行指挥所演习，以及与该演习对接实施的覆盖陆海空、网络、太空等全领域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等。不过，由于前几天的军演事故，此次的野外机动演练将不再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于当天下午从黄海到内陆地区朝附近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疑似是在对韩美军演进行回应。另外，综合韩国媒体韩国军方报道，这还是朝鲜自今年1月14日以来，时隔近2个月再度发射弹道导弹，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朝鲜首次发射弹道导弹。对此，韩国将会加强监视与警戒力度，同时也会与美国紧密合作，维持战略部署状态。据防卫博客报道，美国向日本部署了首支 F-35B 战机中队，其编号为第214战斗攻击中队，绰号黑羊，曾于2022年3月正式改编，将 AV-8B 猎鹰2式攻击机换装为 F-35B 战机，借此成为陆战队中第一个将 F-35战机纳入作战部署计划的中队。其隶属于陆战队第3航空联队第13航空大队，原驻扎于亚利桑那州有马陆战队航空站，目前已抵达日本岩国陆战队航空站，以临时支援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第12航空大队。据该中队指挥官盖耶特中校表示，这次部署行动主要有3大目标：一是与陆战队联合作战部队以及区域盟友无缝整合，提升整体作战准备；二是精进在简陋地点作战的能力；三是与陆战队的关键作战概念保持一致，例如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以最大化生存能力和空中力量投射。另据美国2025年陆战队航空计划，这次部署行动还是陆战队从传统机种，例如 F-A-18战斗机，亦或是 AV-8B 鹰式攻击机，转向为5代机计划中的一环，将大幅提升美军在部署地区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于3月10日宣布，将向日本出售高超音速滑翔弹的技术支持与测试装备，以提升其该型武器的能力。总价值约2亿美元，预计这项军售案将会为日本偏远岛屿提供防御。据自由时报报道，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龙表示，该国国防部次长戴里昂与加拿大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米勒已率领各自代表团完成了2国之间的军队互访地位协定协商，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签署。该协议包含扩大联合演习规模与驻军交流等，可借此增强2国的作业互通性。此外，菲律宾也与美国、澳大利亚签署有军队互访协定，与日本则签署有相互准入协定。同时，在日前也与新西兰完成了军队互访地位协定协商，目前正在敲定签署日期。与此同时，据英国国防期刊报道，加拿大新一代水面作战舰艇计划也取得了最新进展。该国政府已与鄂文造船厂签署了一份价值80亿美元的合约，将建造首批3艘河流级驱逐舰，分别命名为弗雷泽号、圣洛朗号、麦肯齐号，用于维护太平洋、大西洋与北冰洋的关键水道。此外，该项计划的整体规模预计将达到222亿美元，主要用于建造15艘同型舰，以替换4艘易洛魁级驱逐舰。12艘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这些舰艇将配备最新改良型的水下感测器、雷达、战系与武器装备，不仅可用于执行反水面战、防空与反潜作战，还能够执行海外巡逻任务。待未来交付后，将会成为加拿大皇家海军的水面作战主力。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志愿者进入乌克兰会对前线带来什么变化？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